北京相亲市场里，好男人是不是根本就不流通了呀？这是一个95年的姑娘问我的问题哈。听她这么问呢，我就有点无语了。那好男人怎么就不流通了呢？关键的是，你眼里的好男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是不是阳光帅气、独生子、爱好颇多、喜欢运动不油腻、父母都有退休金、多套房产多辆车、学历最好985、211毕业啊，收入呢几十万，还得不抽烟、不喝酒、不纹身、无不良嗜好、有衣品、会穿搭、皮肤好、身材棒、情绪价值要拉满，智商情商都得高，会说话、会哄人、会照顾你，最好家务活全包，不打游戏、不钓鱼，出门不看别的女人一眼，心里眼里只有你一个人，还得尊重女性，不大男子主义，花钱也得大大方方的，你想买啥就买啥，不妈宝，一切都听你的，你指东边他不敢往西边走。哎呀，我估计哈，这样的男的几乎就不存在，好不好？就算是有啊，那确实也不流通，就在学校人家就被预定了，好不好？就算他比较坎坷，流通出来了，那也流通不到你的跟前啊。就算流通到你跟前了，你也未必抓得住他呀。再说了啊，我们大众认为的好男人啊，就是那种普通大众，长相普通，学历普通，不善于社交，老实本分，用情专一，不太会哄你，还比较节省的男孩。他估计就算是流通到了你面前呀，你可能都不认识他，你还会觉得他呀不够高，不够帅，不够有钱，不够 man， 你还看不上他。所以呢，好男人啊多的是，只不过你认不出来罢了。最近呢，我们的北京大龄专场哈，真的是女生爆满，但是男生呢却寥寥无几，局面真的是有一些尴尬的。女生们虽然都很积极主动哈，个个都踊跃发言展示自己，但是男生们呢却表现得比较冷淡。这些男生呢也确实从条件来讲，可能有一半啊都不及这些女生好，就有几位哈还算过得了这些大龄女生的眼，但是呢眼瞅着活动快结束了，这几位男士啊一个女生的微信也没有加，估计呢是一个也没看上吧。于是呢我就采访了一下他们的想法哈，原来他们呢虽然来了，但是呢也是来装个概率的，如果能在大龄女生当中遇到一个满意的呢，也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呢非常遗憾啊，一个也没有。他们说大龄女生最大的问题其实不完全是年龄大，他们最大的问题是生育价值所剩无几，生一个可能没有问题啊，但是生2个的话估计啊就完全不可能了。所以如果一个大龄女生长得很漂亮，身材保持的也很好，经常锻炼，状态很好，那只生1个的话也凑合哈，可以，最起码我看着她也舒服啊，也值了。关键的是呢，大部分的大龄女生并不觉得自己颜值不好，她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思想认知有问题。她们明明在婚恋市场完全没有了竞争力，但是呢还是不想降低自己对男人的要求，要房子要车子哈，事业有成，情商高，长相好，哪一条他们也不想放弃，还想花男人的钱。尽管啊他们自己可能也不缺房子缺车缺钱，但是呢仍然想花你的。大龄女生呢很看重物质，但是年龄长相情商又配不上她的理想，他们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还处在和世界对抗的层次里，而不是去适应社会。他们又没有能力改变有钱人的看法，那些有钱人为什么要听他们 PUA 呢？这不是很奇怪吗？他们说自己的阅历多，思想成熟，有房有车，工作能力强，他们认为自己的优点很多很多。其实大部分的剩女啊压根儿就不漂亮，只是他们自己认为自己漂亮而已。工作能力强，有车有房，那也不是男人对女人的刚需啊。结果啊他们的要求比20多岁女孩还要高，说自己阅历多哈，可能其实啊只是情感经历多，还死不承认。对于优质男人来讲，这样的女人根本就是负价值的。大龄剩女啊虽然不服气，以为呢是因为自己年龄大了，所以就找不到优质的男的，其实他们压根儿没有意识到年龄大的背后啊还隐藏着更大的缺点。在北京的相亲市场哈，我真的是建议那些离婚带娃的女人，你真的别来卷了。在生活中啊好好的碰一碰，也许呢还能遇到真心人。在婚恋市场啊可能你很难，几乎就是白花钱的。你先看看现在的北京单身男女的比例都多少了，1比9呀。所以呢男人的选择范围真的比你大很多。我也明白你那点小心思哈，还是希望呢找一个条件好一点的，能够呢对你的娃好一点的，钱方面呢对你也大方一点的，否则你找他来干嘛呢？
你也不想当个免费的保姆，对吧？大概率呢，你还不能接受对方也带个孩子。你不想伺候别人的孩子，他也不太想替别人养娃的。原配夫妻都做不到同心协力，难道半路的夫妻就更容易做到吗？就算你遇到一个条件好一点的，人家可能也处处防着你，怕你图他的房子，图他的财产。你也担心他会对你的孩子不好，只想免费的利用你的劳动力。两个人各怀心思能把日子过好吗？你来相亲市场看一看，那些条件好的男人，就算他带个孩子，那也有大把的未婚女人在等着。那电视剧里边演的霸道总裁爱上离婚带娃的你，在现实当中根本不可能，可能性为0。那样优秀的男人，他到底图你啥呢？他不可能图你离过婚生过娃，图你有孩子年纪大吧？你就算美上了天也不大可能。人家找个未婚的不好吗？再说了人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他怎么可能拱手让你们娘俩随便花呢？你能给他带来点什么呢？你有那份自信，还不如好好搞搞事业，挣钱来得踏实。等孩子大了独立了，你再来找我，好吧？到时候我给你找一个优秀的老伴儿真的，实话实说，靠谱吧？富二代和创一代谁会养你呢？年轻漂亮的姑娘们呢，对于找对象她的这个终极目标往往都是能过上富人的生活，实现这个人生的目标也好，实现阶级的跨越也好，他们不管是不是有一个好的学历，是不是呢自己有一个好的家境，只要他身在其中，他的内心就有这样的期待，希望富二代也好，或者是创一代也好呢，都能对自己大方一点。所谓大方，就是对他花钱大方嘛，对吧？那有的女生呢就有些纠结了不知道到底是创一代好呢，还是富二代好呢？那我今天就给你们分析分析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创一代，他们这些人是靠自己打拼赚到的钱，所以以他的阅历非常清楚你的想法，所以创一代呢相对来说他会现实一些，他要算计他的成本他们是绝对比较抠门的，他们就算大方也不可能达到你们想象的那个程度的，因为他是最懂得投资的人，要不然他把事业能做到这么大吗？有很多的女生就喜欢创一代，其实呢他们是喜欢创一代对财富的支配权，而富二代就不一样了，因为他有支配权对吧？但是他却不会很高质量的养你的。那富二代的话呢，几乎是不会养你的。首先他是没有财富支配权的，富二代的钱基本上都是父母给他的呀。那我们这里有很多的富二代这些男生他们经常说到的就是他们只找2类女生，第一类呢就是跟他们门当户对的女孩，第二类呢就是这个个人能力和价值都非常非常高的，会懂得自己赚钱，也懂得提供情绪价值的，并且呢是外表要极其出众的那一类。他们的父母给他们的钱是他们头顶上的光环，而你们看着这个光环就前仆后继的往上扑。所以说你想要真正的匹配富人，还是得要拔高自己的认知和经营好你自己，不然你只会被短择的。总体来说，人都是离不了本性的，对吧？没有人是希望你是图他的钱而来的，所以现在你们应该知道怎么选了吧？前段时间我的一个关于大龄剩女的视频呢火了，但是呢也招来了一波不服气的人在评论区可劲儿的骂我，说什么的都有，说我身为女性攻击女性，说我在贬低女人说我在搞性别对立，说我为了点流量拿他们说事儿。今天我就在这儿不做任何的辩驳，但是呢我只想问你们讲这些话的这些人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谁谈恋爱的时候要看男人的态度，男生怎么给他花钱是最权重的评判标准，但是如果让女生花钱，那这个人就是个下头男。你们承不承认这件事情导致现在很多的男人都反感谈钱的女人，这个不是我教你们的吧？如果一个男人跟你谈恋爱约会，他就算是跟你 AA， 但凡他就是稍微的算计点抠门点，你们都受不了，对吗？而你们自己呢可以不花1分钱，也没啥态度。那到底是谁把你们自己当成了交换的标的呢？不是你们自己吗？这个是事实难道是我把你们说成这样的吗？
难道是我把你们贬低成这样的吗？第二个问题，你们有没有好好的看看评论区，男的都在说什么？如果现在有的女的，你的观念、你的认知是符合人道的，都是符合自然规律的，那谁还会出来说你不对呢？你的所作所为所想都会得到大家的支持才对，对吗？那为什么你的言行、你的思想都会引起那么多人的批判和嘲笑呢？一个成年人可以选择特立独行，但如果你要入世，你就要遵循入世的规则，不是吗？第三个问题，你是不是想结婚？不管多大岁数，只要你愿意，你可以不结婚。我从来没有批判过一个人不结婚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既想结婚，你又要想入非非，年轻的时候你没有把握好啊，你没有规划好，你等到你一把年纪了，还想用自己的这把年纪来换取一个既优秀又年轻的男人。作为一个在婚恋市场混迹10多年的红娘大姐来说哈，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这件事情啊几乎是不可能的，概率很小啊。我是不是又说到了你的痛处呢？你可以继续骂我，没关系，因为改变不了事实的。你有这个功夫，还不如去书店买2本书哈，提升一下自己的认知。作为一个成年人，尊重事实比你在这儿抨击我要成熟的多了，是不是？大家说对吗？在北京的相亲市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都在搏一个小概率事件呢？比如说一个各方面都很普通的姑娘哈，还看不上跟她一样的普通男生，一定要找一个比自己强很多的男生才罢休。他们既不甘心回老家嫁人，又不愿意放低自己的要求留在大城市，既不相信双向奔赴同甘共苦的爱情，又够不着霸道总裁的后脚跟儿。稍微条件好一点的女孩，长相呢也在线的话，她的要求几乎就要上天了。第一，要找一个有钱的，或者呢是赚钱能力比较强的，能给她带来稳定物质享受的人，能够让她在北京过上富足的生活的。第二点呢，希望对方学历高，有富足的精神世界，所谓的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呢万里挑一，这样的男生才是有趣的，才能带领自己成长。第三点呢，想找个个子高一点的，看上去啊阳光帅气的，毕竟要看一辈子嘛，还是得看着舒服点。第四点呢，要找个情商高的，脾气好的，能够给他带来高情绪价值体验的，并且能够包容他的小脾气，把他宠成小公主的。第五点，这个男人最好呢是个大方的人，愿意为他付出，也就是说呢能给他大把花钱不犹豫的，最好呢他还会做饭洗衣服做家务就更好了，能把他当女儿一样照顾的。其实就这样的择偶标准啊，他们真的已经完美的过滤掉了那些好男人，恐怕只有渣男啊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当他们的年龄大了，成了大龄剩女之后，就开始痛恨那些曾经跟他们一起一路成长起来的优质男人，因为对方已经不考虑找他们这个岁数的女人了。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把目光投向那些小鲜肉，而可是小鲜肉的群体呢，能接受姐弟恋的人还是不少，但是能够接受姐弟婚的就寥寥无几了。他想图小鲜肉的爱情，可是小鲜肉只想图他的钱和图他的色，看来小鲜肉们也救不了他们啊。这种小概率的事件，他们是一再一再的去尝试，结果最后错过了最好的择偶期。认真的跟你们说哈，姑娘们啊，醒醒吧。在大龄剩女非常泛滥的北京，35岁以上的女生哈，如果你还抱着宁愿不嫁也不错嫁，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这种思想哈，那可能你真的就嫁不了了。为什么我这么说呢？什么叫错嫁？你们口中的错嫁无非就是遇到个不求上进的人啊，或者是太平庸的男人，要么呢就是哪个方面都不如你的男人。但是你根本就不知道哈，现在这个市场啊，那些不平庸的男人啊，他们不找你了，嫌你老。你真的别不信哈，你来相亲试一试，你全明白了。那些哪方面都不如你的男人呢，他都不敢找你，好不好？反正你也嫌弃他，他找你干嘛呢？你说你还能找谁？以后这个年龄段的哈，也别找我了，连我都伺候不了你的需求。那天有个36岁的大龄女生哈，因为家里边30岁的表妹啊，春节的时候结婚了，这次啊真的完了哈，崩溃了，春节都不敢回家过年，觉得自己嫁不出去哈，很自卑很丢人，更加焦虑了。嘴上呢说找个差不多的就行了，好好过日子的男人啊，能够对她好就可以，
条件方面完全可以放宽的。结果呢，我给他一介绍啊，麻烦就来了。这个男的工作不稳定，不想考虑；那个男的没眼缘也受不了。这个男的呢，爱好太多了，会不会很花呀？那个男的呢，房子又太小了，还没有自己的房子面积大。我呢就知道他会出幺蛾子的。结果人家还是不甘心啊，最近呢去参加了我们的一个单身自驾活动。这个女生当中她的年龄是最大的，大家说尴不尴尬呀？她还反过来问我说你怎么活动上这么多的优秀男士不介绍给我呀？我都快被她气死怎么自己一点数都没有呢？我就跟她说的特别直白了，我说人家呀看不上你的，劝她找个离异的吧，有条件好的。她说不想当后妈的，还没到那一步吧，劝她找个年纪大10多岁以上的优质男人。她说太老了，真没意思。就这还算是降低了标准的，好家伙还说我们在制造焦虑，明明就是自己把自己在往火坑里边推，对吧？说实话他们现在生育价值几乎没有了，年老色衰了，还指望着出现个高富帅智障了要娶她。我真的是无语的很在北京30多岁的那种高资产的创一代，像这样的男人，他的择偶要求到底有多高呢？你们这些女孩根本就不知道。最近有个93年的女孩参加了我们的一个单身聚会认识了一位86年事业有成资产很高的男士。两个人在后来的一次见面中聊到了一些需求的问题。这个女生呢觉得自己学历很高有聪明的头脑，配得上这位男士。可是经过这一番见面谈话之后呢，这个男士再也没有联系过她。后来呢，这位男士就跟我谈起了这件事情。他说现在有很多这类女性向上社交的心态呢，他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真的不知道怎么破圈。说实话我们这个圈子里的男人呢，身边其实也不缺乏年轻漂亮的女人，那为什么我们还会去相亲市场看看呢？那是因为我们希望在颜值的基础之上呢，能遇到一个人品好、有内在修养和一个好的性格，包括教养，双商都在线的。最好呢，家世背景呢也不要太差的姑娘，不想找那种相差太大的。像这位女士这一类的颜值其实很平平，年龄呢也太大了一点。她呢只有唯一的一个长板，就是读书读到了博士，但是呢就这一点还不足以让我动心吧。另外呢，她完全不知道我们这些人要什么。我问她自己有什么优势，她说到一方面呢自己是学历很好以后可以教育好孩子，另外一个优势呢就是可以帮助我的事业。其实关于教育孩子我还真的不一定需要她来现在的国际学校师资已经很好了。另外就是目前我的事业呢已经成功了，似乎我也不需要她怎么来帮助我吧。最后吧，就是说的难听一点，她还是有那种穷人的思维。她并不了解我和我周围这个圈子里的人，我们天天都在聊什么，都在做什么。其实你作为老婆呢，确实也不需要参与进来，但是呢差距确实太大了。首先她这个年纪我就根本不想考虑的，我至少要3个孩子的，她的年纪根本不行，有碍于优生优育。最关键的点还是我们那天谈话2个小时的时间非常的浪费，我没有听到一句关于对于未来婚姻如何经营的，只听到了他要如何经营他自己，怎么挣钱怎么变得优秀。那这些呢真的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所以只能对他说很抱歉了。你们看看创一代的要求真的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简单。为什么优质的男人他根本就不追你呢？最近呢，我们在北京、上海办了多场高端相亲局，就有些女生就来反馈了说这些男士是不是因为很有钱，所以他根本就不想结婚呢？只不过过来看看而已加了微信也不聊天，也不主动，好像呢等着女生主动找他似的。每次都加了好多人，真正聊得下去的，能再见面的，真的少之又少。有的女生加了好多微信一个跟他聊天的都没有。他还很纳闷既然不聊天，那加微信干什么呢？那这些男人他们到底怎么想的呢？我干这行10几年了接触过很多高端人士，特别是男性，就是这些优质的男人他们身边其实根本就不缺乏美女的，只不过他们在结婚这件事情上选人是非常挑剔的，他们这些人在各个方面都优于了你，那基本上他是不太可能去舔你的。本来相亲这种形式嘛，什么要求和条件都摆在了明面上，
他都知道你是冲他什么来的，那所以谁对谁啊也不可能有感觉。如果你还拿着那些平时普通的那些追你的男生那种填扣式的那种追求啊，就那样的标准你去衡量这些男人，那你就是在做梦。各方面条件都优秀的男生啊，不会像你期待的那样哈，既主动舔狗似的去追你人家能是缺心眼的吗？他们身边根本就不缺乏像你一样的美女。你要动动脑子想一想哈，是不是那些特别主动追你的舔你的，全部都是那些你根本看不起的，条件也不太行的。所以你要记住了哈，别以为所有的男人他都需要舔你，条件越好他越不可能那么主动的去找你的，因为人家根本就不缺。你要是矫情他都懒得伺候。所以不要期待优秀男人既优秀还主动还舔你。再说了，你爱听不听因为你不主动，有的是人主动的，你明白吗？听说了吗？最近史无前例的奇葩的相亲局在杭州举办了一个1000人相亲大会，居然没有一个男的来参加。这是男人们集体的觉醒呢，还是他们无声的抵抗呢？目前不管是北上广这些一线城市，还是杭州、成都这些新一线城市，包括很多的省会城市适婚男女的比例已经完全失调了。不是女生们认为的男多3000万，而是女多好几倍。那3000多万呢，大部分都分布在村镇上，所以城市的单身女人数量惊人的多。这应该只是原因之一。那造成这种没有男人来参加的相亲局，主要还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男人们会普遍认为去相亲的女人都是开价比较高的，要求呢比较多的。一个正常3观的女人基本上不会沦落到去相亲的，所以他们会对去参加相亲的女生兴趣不大。其二呢，很多的男生都跟自己的同龄人谈过恋爱，那些女生到了30多岁，可能同龄的男生也就不太感兴趣了。如果这个局它不分年龄大小的话，聪明人都能判断出来大龄女生一定占了一大半。所以这样的局就很难吸引那些30多岁的比较优质的男生来。而年龄再大一些的男的呢，单身比例就很少，他们也未必就需要这种形式。第三很多的女生什么都不看重，只看重金钱和利益，而需要相亲的男生呢，往往又都是一些普通人，根本就达不到他们的要求，去了也是白去，有什么用呢？所以当男人经历多了他们也变聪明了，不想去找一个只想贪图享受的拜金女，弄不好以后的生活还不幸福，还不如随缘呢。假如没有遇到一个相互奔赴、相互付出的人，那一个人生活也很不错呀。为啥要花钱去相亲找罪受呢？而那些有钱的男人都在忙着挣钱呢，人家有钱有能力，也没那么缺对象，对吗？而没有钱的男人呢，他又娶不起这样的女人，他们也相亲过相一个黄一个，没啥意思，还白耽误功夫嘛，不是？这个就是这场相亲局居然无男人问津的原因了。就打个不恰当的比喻饭桌上的菜只有不好吃的才会剩下嘛，他要么就是品相不好他要么就是难以下咽呢。关键的是这菜还不怎么样，还卖得死贵死贵的，甚至你看这个菜已经被好几个人吃过了，那还有人愿意继续吃吗？没有人当这个接盘侠了，对吧？